大家好，我是法善，一名平平无奇且做很多的法律工作者。今天我们来聊聊開設賭場罪。為什麼要聊呢？此前我不是做了個關於賭博案件的庭審解析嗎？最近呢，江湖上又瘋傳有直播平台及有關主播都疑似捲入了有關的開設賭場的刑事案件，也有很多朋友圈我，所以呢，我便再做科普。注意本條視頻並不會站在法官的角度釋法，更多是基於辯護人視角。簡單來說就是站在律師的角度，在合法的框架內告訴你們律師可能會如何考慮幫當事人將罪名打掉或者罪輕。總而言之本視頻可能會引起一部分天降正義觀眾的不適。如果你屬於這部分觀眾呢，那建議關閉本視頻，轉台看一些明行正典的官方通報。本視頻主要分為3部分：一是賭博類犯罪的法律規定，二是公檢可能的突破口，第三是律師的辯護思路。第一關於賭博類的犯罪，法律規定主要來源於刑法第303條，其中涉及3個罪名，分別是賭博罪、開設賭場罪和組織參與國境外賭博罪。如果你只認定為賭博罪，那根據兩高關於賭博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及最高檢及公安部關於刑事案件立案追訴標準的規定，組織3人以上的賭博賭資數額累計達到5萬元以上的呢，就既已達到了構罪的標準。但賭博罪是輕罪，你的刑期呢將為3年以下。而如果被認定為開設賭場罪，具體到網賭，那根據2010年兩高一部頒布的關於辦理網賭犯罪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的規定抽頭漁利數額累計達到3萬以上，賭資數額呢累計達到30萬以上等，即為情節嚴重，有可能被處5年以上10年以下，並處罰金。至於賭博罪和開設賭場罪的區別，這個我們稍後再敘。根據目前有關公安機關的通報及央視新聞的轉發，鬥魚 CEO 陳某杰主要涉嫌開設賭場罪，因此若最終認定的賭資數額在30萬以上，那其理論上呢將存在5到10年刑期的可能。在這裡呢，我先科普下公安機關在刑事案件中的功能簡單來說分為3點：一是採取初步的強制措施，說通俗點就是如有必要先把人控制住，防止跑了；二是進行刑事偵查，收集證據；第三呢是看還有沒有什麼新收穫。我們先說第二點，警方會側重收集什麼證據呢？你涉嫌什麼罪就收集什麼證據。證據分為多種犯罪嫌疑人自己交代存不存在犯罪的故意，這叫犯罪嫌疑人的供述；涉嫌賭博性抽獎的直播過程，這叫視聽資料；記錄傾家蕩產屢抽不中的賭狗的抱怨這叫被害人陳述。此外呢，還有關的銀行流水、內部溝通、聊天記錄等等，這些都會成為定罪量刑的關鍵證據。一般情況下，在早期審訊中獲得犯罪嫌疑人對關鍵法律事實的承認，乃至於認罪供述，讓他自己交代，會是有關審訊人員的工作重點。在此過程中毋庸諱言，只要你辦理過一定數量的刑事案件，你都會明白，警方多多少少是會上些手段的。至於是什麼手段，合法還是非法，中國很大，看不同地方的法治發展水平。對此公開平台是我不能多說，我只說一句這個地球上有解放西，但不是每家派出所都是解放西。回到本案，面對此類涉及上市公司老總明顯會引發社會關注的案件，根據既往一些辦案經驗警方基於審慎的目的，一般會在採取強制措施以前便已經調查出一些初步的證據，而這就引申出了第3點，就是剛才所說的看訊問過程中有沒有新收穫。什麼叫新收穫呢？就是我除了就你對本案的有關法律事實進行訊問以外，還看有沒有其他的犯罪事實及有沒有其他的涉案人員。就拿鬥魚這個案子來說有個細節，目前承辦本案的司法機關和去年辦理鬥魚主播339開設賭場罪一案的司法機關是同一個機關，所以這2名主播在如實供述自己的有關法律事實的時候，就有沒有順帶提到平台的事兒，並提供了一些案件線索呢？我不知道。然後雖然本案目前據公告涉嫌的是開設賭場罪，但有沒有可能還涉嫌其他犯罪，比如說洗錢罪呢？犯罪嫌疑人和審訊人員聊開心了，會不會把一些原本警方都沒有掌握的信息多的都說出來了呢？3個字有可能，再3個字很常見。以上呢只是公安立案偵查階段，在收集完刑事證據以後，公安機關會將卷宗移到檢察院的手中，由公訴人提起公訴，然後呢刑事案件的列車便駛入了一個叫做審查起訴的新階段。在這個新階段裡毫無疑問犯罪嫌疑人呢將迎來全新的挑戰，這個挑戰叫認罪認罰。不得不說認罪認罰制度真的是司法史上最令人嘆為觀止的發明，它毫無疑問呢大大提高了刑事案件的司法審判效率。這一切呢都得從2018年刑事訴訟法的第3次修正說起。在本次修正中刑訴法在第173、174和176條就明確了認罪認罰的制度，規定只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簽署了認罪認罰具決書，那檢察院呢即可做出從輕、減輕或者免除處罰等從寬處罰的建議。
第201條就明確規定，對於認罪認罰的案件，法院在依法作出判決時，一般就應當採納人民檢察院指控的罪名和量刑建議。而根據兩高每年的工作報告不完全統計，22年呢，法院採納檢察機關認罪認罰量刑建議的比例是 98.34%。所以這是什麼意思呢？我們以開設賭場罪為例，我們剛才說過，開設賭場罪情節嚴重是可以到5年以上10年以下的。那你到底是5年還是10年？以前裁判機關，當然包括檢察機關，手裡是有一本較為明確的量刑細則作為參考的，有沒有自首，有沒有立功，有沒有如實供述，以及呢涉案金額到底是多少，這些加加減減算下來，你会得到一個大致的区間。而在此過程中呢，公檢也會和被告人及辯護人進行 battle 雙方拼拼刺刀，孰是孰非呢，法官說了算。但與此同時法官有時也會比較為難。我知道這個案子有問題，但你也知道，若這樣判無罪，我壓力也很大的咋整？可現在不一樣了，到了審查起訴階段，公訴人通常都會問你，你要不要認罪認罰？這個案子如果你不認罪認罰，那我會怎麼辦？嚴格辦案。但如果你簽了認罪認罰，那我原本可以控你8年的，現在呢，我就向法院建議判你5年就夠，甚至再低一點，依法減轻處罰，建議只判4年。至於你認不認，紙和筆都放在這裡，你自己看着辦。這對當事人而言無疑是一個重大的心理考驗。如果你此前還覺得自己很冤，想堅持無罪幹到底，那現在呢，一個似乎可以接受的香饽饽就擺在了面前，然後你轉頭問律師，律師呢又一般不能也不會給你做勝訴承諾，這時你會怎麼辦呢？據我個人作為律師的體感，能堅持到這個環節依舊咬牙不認的當事人已經沒有那麼多了。所以我要說的是，如果有一名當事人他從頭到尾都拒不認罪認罰，一定要打到底，那其中呢是定有緣由的。因為看到這兒的朋友應該略有體會，那就是面對上述種種難關，當事人如果沒有堅強的意志，他極有可能在前2個環節就舉手投降了，但他卻沒有。所以背後到底是什麼在支撐他這股強烈的信念感呢？案件真相又到底是怎麼樣的呢？至少我會很好奇。而如果在阅卷後我發現情況遠非旁人想象，其中真有冤屈，那我的鬥志也一定會熊熊燃燒。然後終於經過前2個環節，你來到了法院的審理環節。在這個環節我還有一個數據可以跟你分享，那就是根據最高法22年的工作報告，到這個環節最終被判無罪的概率大概是6%。歡迎來到真實的法律世界。但我同時要告訴你的是3點。第一，即使是6%的概率，當事情發生在你身上時就是1/1000。第二是之所以概率這麼低，主要在於有相當部分無罪的案件在前期就撤掉了不用等到開庭環節。第三是儘管不是無罪，但不代表你不能爭取他罪或罪輕。而在此過程中據我們的實務經驗，律師越早介入，案件就越有可能迎來轉機。邏輯很簡單，很殘酷，也很真實。若一個案子公安機關在偵查階段便撤案，或者就只是初步的調查，還沒有立案，律師及時介入，成功說服公安機關，那受影響的人將很少，甚至沒有。這些數據也都甚至不會納入統計的範圍，也就無關 KPI。在檢察院審查起訴階段說服檢察院做出不起訴的決定也有機會。而當一個案子越往後走，歷經了公安機關、檢察院、法院，過手的人多了，這麼多部門，這麼多人，若最終當事人被認定無罪，那你想想最終要擔責的人究竟會有多少呢？以上這些都是刑法上沒有寫的，你翻書看不到，但真正經歷過案子的人會明白。所以對於賭博類的犯罪，律師的辯護思路會有哪些呢？我們現在只能籠統的說。首先律師應該在第一次會見中就把案件事實給問清楚，並對當事人所說的所有內容依法保密。同時會把案件的各種可能和風險一五一十如實的告訴當事人，幫助他進行後續的一系列判斷。而具體到替當事人辯護的層面一般我們會從3個角度出發整理辯護思路，即有罪和無罪、此罪和彼罪、罪重和罪輕。比如說從有罪和無罪出發，如果你要定賭博類的罪名，好，那你先回答我一个最基本的問題，什麼是賭博？你現在去查字典沒用，學法的都知道4個字，法言法語，意思就是刑法中每一項具體的罪名都應該有一個準確的法律定義。比如強姦，第236條明文規定是以暴力威脅或其他手段強姦婦女，一個字都不能錯，一個字都不能少，所以性侵男性就不能叫強姦。而什麼是賭博呢？刑法法條剛才也給大家介紹了，有規定賭博罪開設賭場罪，但什麼是賭博它並沒有明確的規定。買彩票是不是賭博？你再翻司法解釋，裡面也沒有哪怕一個字明確定義什麼是賭博。大家別以為這是在抬槓這很重要。有句法諺，法學生都聽過，
法律修改一個字，辦個圖書館都會成為廢紙，尤其是刑法，罪行法定，無罪推定啊。在此情況下，爭議就來了，那就是你怎麼就說被告人不是在進行有獎銷售，不是民事行為，而是涉嫌賭博類刑事犯罪呢？在這裡補充說明一下，有獎銷售這個觀點呢，也是直播平台此前一直主張的。什麼意思呢？我們復盤一下思路，你打賞禮物成為榜一大哥，是要在我的平台上充值的，你往平台充值的這個单一行為是合法的民事交易，然後你打賞給主播，主播收到禮物會得到平台的績效獎勵，這也是平台與主播間協商一致的合法激勵機制，不然平台花重金簽主播幹嘛？這個時候主播為了讓用戶多充值，自己也能得到更多的績效，便在直播間進行抽獎，出於鼓勵消費，只在已經充值的大哥大姐裡面抽，這又有何不可能？粉絲平時給我氪了這麼多金，我回饋粉絲行不行？現在呢，有這麼多轉發抽獎，我把範圍設定在我的付費會員裡，給他們特別優待，以表感謝，憑什麼這不行？你又憑什麼說這是賭博？難不成都得抓起來嗎？在這情況下，如果刑法沒有明確的規定定義什麼是賭博，你又憑什麼會說這就是賭博，而非有獎銷售，而非回饋粉絲呢？如果這只是有獎銷售，那根據反不正當競爭法第10條的規定啊，抽獎時最高金額不超過5萬，我就沒問題。看到這裡呢，彈幕裡應該有說這是在詭辯，其實所有詭辯指控都是因為自己在反駁方面的無能，扣帽子沒用，尤其是在刑事案件中，如果你沒有明確的法律依據和夯實的證據，只憑聲音大，那不是法治，並且這也的的確確存在爭議。我就問主播們在網上搞抽獎活動，也不是1天2天的吧？如果這件事在法律上真的沒有爭議，那你意思是我们人民警察這些年就真的在眼睜睜的看着別人在自己眼皮底下為非作歹嗎？所以啊，在實務過程中，偵查機關往往會怎麼破呢？他們通常會在偵查階段通過各種方式讓犯罪嫌疑人自己在訊問筆錄中簽字承認自己主觀上就是在搞賭博，存在主觀故意。是的，犯罪嫌疑人供述也是刑事案件中的重要證据，嫌疑人自己都承認自己是在賭博了，那你能說這不是賭博嗎？刑事犯罪和民事行為最大的不同就在於刑事犯罪會穿透民事要件，只要得到了你主觀上故意的承認，此前你準備了諸多民事合同，會反過來成為確認你犯罪事實的證據。而如果嫌疑人已經承認自己就是在賭博了，那除了罪與非罪之外，還有一個辯護思路，就是此罪與彼罪。是的，犯罪嫌疑人涉嫌的到底是賭博罪還是開設賭場罪呢？我告訴大家，這也是有爭議的喲。我召集一群人，大家一起賭錢，請問這只是我單純聚眾賭博，還是在開設賭場呢？同樣是組織者，你如果是前者，那就是賭博罪，3年以下，還可以爭取緩刑；如果是後者，認定金額達到了，動輒就是5年以上。這裡面的差別可很有可能是要不要坐5年以上牢的差別，很大的，其中玄機很多，時間原因我們先暫且不表。而在最輕與最重層面，當然除了我們此前說的認罪認罰以外，有無自首、有無立功等法定從輕或減輕的情節，這些都是要仔細審慎的予以鑑別和把握的，包括涉案金額到底有多少，這些也要每筆賬都要好好打一打。甚至在你在認罪認罰時，根據刑訴法的規定是需要有律師在旁見證的，有沒有討價還價的空間，該怎麼討價還價，這也需要爭取。同時律師也通常會對公檢提交的書證等進行充分質證。為什麼呢？因為據我們的辦案經驗有句話可以跟大家分享，那就是永遠不要低估偵查機關的辦案水平，但也永遠不要高估他們的專業水平。審訊時讓輔警上的勘驗人員缺乏專業資質的，這些都明顯的違法違規，但在實際操作中很常見。如果真有，律師肯定是要啟動非法證據排除的。以上就是真實的法律世界，歡迎來到真實的法律世界。而到最後我想說什麼呢？我想告訴朋友們2點常識。第一個常識是，任何人在法院終審宣判前不得被確定有罪，即使他已經被公安機關採取了強制措施，即使他已經進了看守所，有罪還是無罪，需要經法院最終審理判斷才能判決確定。在此過程中公眾無權定罪，公安無權定罪，公訴人也無權定罪，這是我國司法制度明文規定的，也是我國現代司法制度建設的重大成果。這不是在包庇這是法律規定，刑事訴訟法第12條有明文。與此相對我們反而要警惕那些不尊重法治規則的人。這群人為什麼想要破壞規則、破壞法治呢？答：因為規則和法治管的就是他們。第二個常識是律師是公民權利在法庭上的延伸。我知道本條視頻後會有很多彈幕罵律師為壞人辯護。律師隊伍裡有沒有壞人呢？當然有，我知道的就不少。
律師隊伍如同包括法官、檢察官、公安、醫生、老師等在內的每一份職業一樣，都良莠不齊。遇到好律師還是壞律師，有時也看運氣。但律師這個職業存在的初衷，就是為了讓每一個被控有罪的人能有專業人士在法庭上為沒有有關知識的自己說話。尊重辯護律師法定權利，就是尊重公民權利。這時或許有人會問了，那被害人的權利呢？被狗吃了嗎？答：公訴人是被你吃了嗎？普法電視劇看了這麼多，他們上班幹啥你還不知道？且被害人在刑事案件中也有權委託律師。說了這麼多如果有人對此還不理解，那我只會感嘆一句：你身上確實洋溢着清澈的愚蠢，也不知道是故意還是不小心。但對此呢，也不用過於擔心，人的一生很長的，漫長的生命中，你多多少少總會遇到一些坎坷，多被砸2下你就清醒了。當然，如果你是那萬中無一的被鐵拳砸了還問拳頭疼不疼的奇才，那我也只會給你豎起大拇指，敬你一聲精神抖 M。尊重每一位訴訟參與人，包括犯罪嫌疑人法定的訴訟權利，這不是在為罪犯說話，因為他還不是罪犯，這是在尊重你自己，因為你永遠也不會知道自己會不会遇到被無端指控的那一天。歡迎來到真實法律世界，我是法山，我們下期再見。